道菜的名字叫烈焰脆骨终无悔，扶摇直上九重辉。这道菜的名字叫做万古名菜焦坤化鹏。焦坤化鹏，这个就是传说中食神只做过一次的神迹。神迹呀，真的是神迹才行。力哥，真不能再多留几天吗？兄弟们是真舍不得你的手艺啊！你这10年把这楼饭做出了御膳的味道，你这又走了，这兄弟们都舌头该怎么活呀？老吴，馋了就去云城找我，我老婆女儿等了我10年了，一分一秒都耽搁不起。行，力哥，等我有假了，我一定去运城找你。力哥，慢走。满山老愿奉上10亿年薪，米其林3星总厨之位，只求李厨神愿屈尊坐镇。只要您一句话，满山老就是您的。乾隆，李食神，您是说李军啊？吴院长，李食神何在？我代表世界食神协会，恭迎食神出狱归来，即刻赠予寰宇师尊终身称号，向全球餐饮界至高尊荣。周会长，满香楼龙头，全球食神总瓢把，这都为他一人而来。二位省省口舌吧。李食神，我周正愿以旗下价值1000亿的天宫7星餐厅作为聘礼，餐厅即刻更名为食神府邸，这诚意够不够分量？我的老天爷！我连餐饮界3座擎天飓风齐聚这破监狱门口，就为李军一人而来。可李哥他刚去运城了呀！啊，什么？快，赶快备车，马上出发云城，耽误1秒钟，统统给我滚蛋！是，我的专机3分钟内起飞，目标云城，如有延误，让记者听头来接。通知云城所有人众，挖地3尺，不惜一切代价，要抢到所有人之前找到失职大人，记住，是不惜一切代价。是，走。10年了，清雅、小小，你们还好吗？李小小，你是没长脑子吗？小小，这是这是食神的8仙过海，传说中的神品，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难道店里有人复刻出了神迹？人在后厨，
小小，你是不是个猪脑子？我说了多少遍了，你那个劳改犯爹教出来的垃圾玩意儿，早该扔进垃圾堆了。那都是没人吃的垃圾呀，你懂不懂？我不准你骂我爸，他做的饭是全世界最好吃的，你做的才是猪食。你敢说我做的饭是猪食？小贱种，我今天不给你点刻骨铭心的教训，你是学不乖了。你是什么人？谁让你进后厨的？是你爹！哎呀！爸，你终于回来了，我好想你呀！对不起，爸爸让你受苦了。这些伤，是不是这个畜生弄的？有些是我自己练习的时候弄的，但大部分全都……哎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蹲了10年大牢的废物李军啊！哈哈哈！我说你这女儿怎么蠢得跟个猪一样？原来呀，是从你这根上就烂了，被你这劳改犯教出来的，能是什么好货色？我的厨艺，你在轮回10世也摸不到边。我教的东西，你这个猪脑子想不明白，这很正常。我不管之前是哪个瞎了眼的东西，让你来当小小的师傅。现在我回来了，你可以滚了。李军，你说谁瞎了眼？青儿，你来的正好啊，我就严厉的教训了小小2句。哎，这劳改犯他上来就打人呐，你看他给我打的，哎呦！妈，不是这样的，是林叔叔刚才要打我，爸爸是为了保护我，所以才……青儿，天地良心啊，我一心只想教好小小啊，可你看看，他为了逃避学习，居然听信一个劳改犯的谗言，对你撒谎，这心性，哎呀！什么？李军，你竟然敢叫小小撒谎？你宁可信一个居心叵测的外人，也不愿意相信你的丈夫和女儿一句。李军，不是我不信你，林师傅是米其林6星主厨，而你只不过是一个坐了10年牢的劳改犯，你让我拿什么信你？你若不信我，那为何要把我带给你的汤喝个一干二净？什么？你说这八仙过海是你做的？你说这八仙过海是你做的？八仙过海，这可是食神招牌啊！李军，你坐了10年牢，与世隔绝，怎么能做出八仙过海这种神级菜品？你撒谎也要有个限度吧？因为这菜本就是你。是的，这菜本就是我特地为你做的。是吗？林师傅，是您特地为我做的？你撒谎！你今天根本就没有出过厨房，更没有做过什么八仙过海。小小，你给我闭嘴！林师傅，您确定这是您做的？啊，对，是我，哈哈，就是我做的。我一个堂堂6星主厨，有必要撒这种谎吗？果然是您做的，林师傅，您就是我心目中的偶像，有您在，一口香一定能一飞冲天。我甚至能借此去参加食神杯，亲眼目睹食神真容。苏清雅，你若是把一口香的命运压在这欺世盗名之徒身上，别说食神杯，就是这店都活不过3天。李军，你给我闭嘴！10年，我以为你在牢里改过自新，没想到你变本加厉，狂妄自大，嫉妒贤能。哎，小小，从今天起，你不准靠近他一步，你只有跟着林叔叔，才能有锦绣前程。苏清雅，你疯了吗？你让小小跟着他，你这是把女儿往火坑里推啊！够了，李军！林师傅是海外米其林6星主厨，西海岸10连冠厨神，是我砸锅卖铁请回来的真神。而你呢，只不过是一个满身污秽的劳改犯，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评头论足、指手画脚？滚！立刻给我滚！劳改犯，哼，
苏清雅，你可知我这10年达到的高度？他穷极10辈子也无法企及，穷极10辈子也无法企及。李军，我看这10年牢狱真的是把你给逼疯了，你连这种大话都说得出来？滚！你现在立刻给我滚！想想我自己会照顾好，用不着你这种瘟神操心。滚吧，老歹饭！哟，苏老板，什么事这么热闹？赵天，你来干什么？楚，他们太棒了，我们拦不住。干什么？当然是来好好照顾我们苏大美人啊！住手！你算什么东西？你个东心眼儿！林师傅！真香！苏老板，你说你要这废物点心有什么用？不如跟了我赵天，到我的食客来当老板娘，吃香喝辣，不比守在这强100倍吗？放开我！坏人，放开我妈妈！小小，快跑！小杂种，你胆儿挺肥呀！整个云城，敢打我赵天的，你还是第一个。敢动我女儿，你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敢动我女儿，你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小子，你有种，知道老子是谁吗？能让我知道名号的人不多，你不够格。李军，他是食客来的老板，他背后靠的是大夏餐饮巨无霸满香楼，你还不赶紧给赵老板道歉？满香楼，钱无缺什么时候收了这种丢人现眼的垃圾货色？好，小子，你居然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还真能作死！苏老板，这货是你的人？不是，赵老板，我一口香跟这个瘟神没有半点关系，他就是一个来捣乱的疯子。妈，你怎么能这么说呢？爸爸刚才明明救了我，你怎么闭嘴？你懂什么？整个云城餐饮界都是靠食客来赏饭吃。赵老板一句话，我们一口香活不过3天。你跟你那个劳改犯爹想死，别拖累我们。一个食客来能有这么大的能量？你懂什么？食客来是大夏美食大赛10连银赏得主，赵天手下更是养了一批名厨，看谁不爽，10天就可以把他的招牌菜扒得地库都不剩，半个月内就可以让你身败名裂、倾家荡产。你拿什么斗？拿你吃我的牢饭吗？还算你有点见识，苏老板，别说我不给你机会，我现在给你2条路：一，给我当情妇，暖床1个月；二，接下这食神帖输了，一口香归我，你也得归我，选吧。赵天，欺人太甚！欺你？那还不是因为老子想上你啊？怕了，怕你就滚出云城去了。赶紧选，老子的耐性可是有限的。这赌帖，我替他接了。丽君，你发什么疯？我一口香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外人说话了？你给我滚一边去！我要做的事儿，与你苏清雅无关。只不过这一口香，未来也有小小一份。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将它拱手让人。妈，爸爸说的对，我们现在别无选择，而且你相信爸爸，我们未必会输。等等，不对，我们的确还有机会，我们还有能复刻出8仙过海的李师傅。静雅，我没事儿，我没事。是啊，哎呦，你放心，只要有我在啊，这什么时刻来根本不值一提。哎呀，你们唧唧歪歪的，商量好没有？苏大美，你是选择认输跟我回家，还是把整个一口香
都给赔上呢？赵天，我们接战。好，够呛。不过光比试没啥意思，不如咱们再加点彩头如何？你想干什么？很简单，你输了，不仅一口香要归我，你也得给我当情妇。哦，还有，你还得把这个穿上，然后在一口香门口拉客1个月，让全云村的老少爷们儿都开开眼。这和没穿有什么区别？赵天，你无耻！那如果你们输了，又如何？输？你说我们会输？如果我赵天输了，任由你们处置，肉下肥肠，老子都不信赵。好，那就赌了。好，爽快。那你们第一场准备派谁呀？该不会是要派这个装腔作势的劳改犯吧？苏清雅，看在小小的份上，今日我可以破例出手，有我在，一口香。闭嘴！李军，你一个坐了10年牢的废物，会做饭，怕是连锅铲都拿不稳吧？你给我滚一边去！你不让我上，那你凭什么应战？林师傅能复刻出8仙过海，这第一场当然是他上。林师傅，只要你能赢，任何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清雅，你放心啊，包在我身上了。第一场，哼，我林宇轩上。苏清雅，这汤绝不是他做的，你让他上场，就是把一口香往火坑里推。不是林大师做的，难道是你这个老板饭做的吗？林大师，拜托你了。苏清雅，你醒醒吧，这个垃圾根本赢不了。李军，你个满身晦气的老杆饭也配质疑我？啊，清雅都说了，8仙过海，一口香只有我做得出来。难不成你以为在牢房里吃了10年猪食的你，还能做出神迹？笑话！李军，事关一口香的存亡，你要是再敢胡言乱语，就给我滚！妈，爸说的是真的，他做的饭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饭。你要是让林大厨上，那才是真正把一口香往火坑里推啊！小小，现在不是闹小孩子脾气的时候，给我看住他！再敢闹，躲起来！爸，对不起。没关系，小小，你妈待会儿会后悔的。林大厨，全靠您了。清雅，你放心，等我们这场赢了，你可别忘了我们的约会啊！嘿嘿，我们第一位，林宇轩。好，很好。那罗杰先生，我们第一场就有劳您活动活动筋骨。怎么会是他？为了表示公平，老子特意从食神协会云城分会请来了吴灿会长来当裁判。吴会长，辛苦您老了。今日一口香对10克来，按照食神帖的规矩，采用淘汰赛，双方各出3人，赢到最后者为胜方。老夫吴灿，天为裁判，当秉公持正。这人怎么这么眼熟，而且让我有一丝莫名的敬畏。由吴会长主持，最好不过。吴会长，请您出题。第一场，比汤。太好了，李师傅，你就做8仙过海，拿出你全部的实力，赢下这一场，我们一口香的存亡就系于你一身了。8仙过海，好，就做8仙过海。
时间到，陈汤。今日是异口香的主场，那我就先尝尝异口香的八仙过海。形似而神飞，火候尚可，但是食材的处理粗糙不堪，八味相冲，毫无调和，腥骚之气隐现。此汤与老夫尝过的八仙过海神韵判若云泥，勉强1分吧。1分？怎么可能？秀的你收了赵天多少黑钱啊？啊？怎么能如此颠倒黑白呢？哎呦啊！狗东西，输不起啊！竟然敢诬陷吴会长，信不信老子把你的满嘴喷粪的舌头拔下来喂狗？怎么可能才1分？怎么会这样？这汤的味道跟我之前喝的完全味道不一样。难道这汤真的是他做的？哈哈哈哈！罗杰先生不愧是10连冠呀！此汤取深海龙董之髓，配雪山松茸之鲜，火候精纯，鲜味层层递进。如海浪蝶涌，虽有匠气，也不失为上品。9分，实至名归。9分对1分，苏清雅，这就是你砸锅卖铁请来的灯神啊！就对了，苏老板，别墨迹了，趁现在人齐，你就把它给穿上，让老子好好开开眼。连林宇轩都输了一口香。还有谁能上？静雅，刚才那次是我失误了，你再给我次机会，让我再比一次好不好？这次一定可以的。够了，输了就是输了。我一口香愿赌服输。慢着，李军，你又要干什么？苏清雅，我没想到你现在这么懦弱。你想做什么我管不着，但你有没有想过，在这么多人面前，你穿上那块破布？以后让小小怎么面对你这个母亲？那你说我该怎么办？一口香最强的就是林宇轩，连他都输了。谁跟你说一口香最强的是那个垃圾？怎么？难道你也要上去给我一口香再丢一次人吗？对付这种垃圾还不需要我出手，仅仅需要我的女儿就足够了。第2场，小小，你上。苏老板，你的人真是破罐子破摔了啊！还是嫌你死得不够快，居然派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苏老板，你的女儿也有20来岁了吧？丑话我先说在前面，如果她要是输了，也得劝向她，你们俩一块伺候老子。李军，你这个疯子的畜生！自己想死，别带着小小。小小他只是个孩子，难道你也想让他沦为赵天的玩物吗？对呀，秦雅，虽然我不能直接上了，但是我可以在现场指导小小啊。小小，听师傅的话，按我说的做，或许还有一线生机。我才不要听你，就算是要做，我也要按照我爸爸教我的做。小小，给我闭嘴！这场你上，但是你必须一字一句都按照林师傅的指示做。你要是敢自作主张，我打断你的腿！好了，第2场，鲤鱼。小小，去吧，记着爸爸教你的，火到极致，方显真伪，置之死地，方有后生。有爸爸在，天不会塌，你不会输。
苏老板，你的女儿长得也挺水灵的，这要是输了，母女同胎，想想就带劲了。时间到。这怕是探草教师吧？啊，不会的，我看这就不用藏了吧？这要是藏了，恐怕要当场升天啊！林宇轩，这就是你带出来的高徒，真是别开生面啊！佩服佩服啊！李小小，我不是让你听林师傅的鸟耳聋了吗？你看看你做的什么鬼东西，狗都不吃。这下你满意了，一口香完了，我们母女被你和你那个狼人分的爹害死了。谁说这鱼吃不了？能吃，瞎了你的狗眼啊！那他妈就是一块焦菜，你吃口试试，多不死你！够了，李军，我真是看不得你这副目中无人、自以为是的鬼样子。这10年，我为你守活寡，小小在背后被人戳脊梁骨，现在你又害得我们万劫不复，你满意了？你滚了！哎呀，苏老板，哭什么呀？多扫兴啊！来，把这个穿上，说不定爷一开心呀，有可能就会顺便照顾一下你的女儿哦。苏老板，不能穿，不能穿。苏老板，不能穿，我们宁死不屈，跟这帮书生拼了！哎呀，苏老板，还犹豫啊？再犹豫，你们一口香的厨子，那可就要跟你一块受罪喽。好，我穿。但是你要答应我，你要放了我的厨子们和小小。好，很好，赶紧的吧。这道菜我怎么好像在哪见过？难道是？等一下，不会的，怎么了吗？丫头，你告诉我这道菜叫什么名字？这道菜的名字叫烈焰脆骨终无悔，扶摇直上九重辉。这道菜的名字叫做万古名菜焦坤化棚。焦坤化棚，这个就是传说中食神只做过一次的神迹。神迹呀，真的是神迹才行！没想到老夫此生竟能再见此菜呀！不可能，障眼法，这他妈绝对是障眼法！一个小小的一口香餐厅，怎么可能会有神级料理的配方啊？是不是神级料理？你问问吴会长不就知道了吗？没错，就是这个味道呀！闻尽万物后，涅槃重生，加上光良酒入口顺滑，绵雅浓香的酒水激活了鲜味啊！画龙点睛，是化腐朽为神奇的至高境界呀！这一场比试没有悬念了，
一口香，完胜。不会的，你疯了！你还没尝我们食客来的菜，怎么就判定输赢啊？聒噪！赵天吃了这焦坤化盆之后，任何凡间之语都是味同嚼蜡呀。焦坤化盆，色香味异形皆以登分造极，此乃神品啊！已超越了评分体系。一口香，李小小10分，完胜。10分，焦坤化盆，是真的。小小，你竟然做出了这个菜！小小，你告诉我，是谁教你做的？这个菜当然是爸爸教我的呀。什么？你说是李军教你的？没错，这10年来，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爸爸时常会给我写信，关心我，还会教我做菜。如果不是他一直阻止我按照爸爸教的方法学习，我肯定还会做得更好呢。李军，你在监狱里待了10年，怎么可能做出食神的菜？难道……青啊，他可是个劳改犯啊，连个好饭都混不上，谈什么做饭呢？你怎么连这种谎言也信呢？小小，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绝对不能撒谎。我再问你一次，这菜究竟是谁教你做的？够了，苏清雅，你不信我可以，你连自己的女儿都不信，小小有什么理由骗你？从头到尾都是你在自己骗自己。李军，你给我闭嘴！小小可以是任何人教的，绝对不会是在牢里待了10年的你教的。清雅，不必纠结了，我本来是想等到比赛结束之后再告诉你的。既然这个劳改犯想冒领功劳，我也自然不必再低调了。李师傅，你的意思是，那道菜是你教小小做的？没错，是我，正是我。清雅，这道菜就是我这么多年呕心沥血教导小小的成果。什么食神绝技呀，在我西海岸 Six Star Chef 面前，照样可以复刻。果然是您教的。当年花重金把您从西海岸请回来，就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That's right。苏清雅，这种鬼话你也信？信？我不仅信，从今天开始，你绝对不能影响小小，哪怕1分1毫。妈，您干什么呀？我做的菜真的是爸爸教我的。小小，我知道你是想帮你爸，想给他找借口，但这件事情关乎一口香的存亡，关乎我们一口香所有的厨师的未来，我绝对不允许你在这乱来。可是够了，不要再说了。林师傅，既然你说小小如果没有李军的影响会做得更好，那接下来的比赛，请你盯紧他，但凡有一个环节出错，就请您及时制止，绝对不能出现任何差错。疯了，苏清雅，你让小小跟着这个华而不实的西洋厨子做饭，这场比赛必输无疑。是吗？可是刚刚在林师傅的指导下，小小做出了10分的神级料理。我说了，这是我。陆老板，你们争够了没有？还比不比了？赵老板，你急什么呀？我的徒弟都做出了10分的神级料理，这场比赛再怎么比，你们也是输。依我看，你们不如早点认输。3局2胜，你们才赢了我们1局，我就不信你们还能连续做出2道神级料理来。徐副先生，这一场就劳烦您出场了。多年前，自从拜给食神之后，我就开始闭关，确实已经有很久没有出过手了。没想到今天只是过来凑个热闹，居然发现有用光良酒做料理的厨师。你就是那个能用白酒烹饪出常人无法超越的顶级料理的酒神徐福。没错，光良酒用纯粮酿造，入口舒服，最重要的是它口碑极好。之前我做菜的时候也很喜欢用这款酒，没想到你们一口香的厨师眼光还不错。赵天，你既然带了这么多的名厨过来，难道只是为了夺我的一口香吗？一口香
你们一口香也配我如此大费周章？我今天过来，不过就是收到消息，说食神会来云上，于是约了2位与食神约战，找你们一口香的麻烦也只是顺带，只是没想到你们一口香这么一个小小的餐厅，居然如此藏龙卧虎啊！正好与食神对战之前，先和你们比上一场，热热身，对我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吴会长，赶紧公布下一场的试题吧。第1场，比面。面？怎么会是面？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光良酒110。苏庆啊，这个西洋厨子根本不会做面，你让他知道笑笑，还不让店里任何一个厨子知道，胜算都比林允仙大。李军，你放屁啊！你少在这胡说八道。我做的林式意大利面在西海岸美食品鉴档上可是拿过金奖的。意大利面，哎呦，我随手做的，凉面都比你强。意大利面多丢人啊，还敢拿出来比试？林师傅，怎么办？这厨神没有做过面，而且也没有特别好用来参考的菜谱。你说这一局咱们能行吗？哎呀，清雅，你不用担心，刚才他们不照样是信心满满吗？结果呢，不还是输了？这把呀，我们必定能赢。好，吴会长，我们准备好了。那么比试开始。小小，就按我教你的最新分子料理技法去做一道星空幻境意面，保证让这帮土包子呀开眼。林叔叔，做面对面团很有考究的。我爸爸说过，面最讲究的就是刀工、材料和清汤底蕴，返璞归真才是硬道理。分子料理太过花哨，不适合。李小小，给我住口！你是不是赢了一场就忘记自己姓什么了？林师傅那可是国际顶尖大厨，他的理念也是你能质疑的。你是不是又被你那爹灌了什么迷魂汤？我告诉你，老老实实按照林师傅说的做，一个字都不许差。做菜如做人，投机取巧，根基不稳，难登大雅之堂。哎，李军，你一个老李放出来的，懂什么叫做烹饪艺术吗？分子料理那可是国际潮流啊！岂是像你这种土鳖能够理解的？哎呀，清雅，你看他又在干扰小小啊！李军，你要是敢在这再胡说八道，你就立刻给我滚出去！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小小，按照林大师说的做，立刻马上。快点，快点！注意温度啊，精确到0.1度。注入液氮，注入液氮啊！形态啊，形态要像星云，你懂不懂艺术啊？哎，你怎么这么笨啊？你到底会不会做菜呀你？你今天要是再敢动我闺女一次，我就把你变成食材。李军，你干什么？林大师这么做是为了让小小更好的集中注意力，你在这凑什么热闹？集中注意力？你看看他指挥的是什么玩意儿？用这个东西做面，做出来的东西怕是比屎都难吃。李军，我看你就是嫉妒吧，嫉妒我比你有本事，嫉妒比起你呀，哼，清雅更信任我。不过没关系啊，待会儿等成品出来，自然会让你闭上你的狗嘴。小小，按照林大师说的做，否则我们根本赢不了。小小，听你妈的吧，只有让他亲眼看到结果，才知道自己请回来的厨子是个什么玩意。我知道了爸。妈，我可以按照林师傅的方法做，但是万一我这场比试输了，下一场能不能让我爸爸上？万一我这场比试输了，下一场能不能让爸爸上？输？哼，李小小，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做，是绝对不可能会输的。不对，如果按照你教的方法做，根本就不可能赢。要想赢，只有……还有最后20分钟。小小，现在不是你耍性子的时候。如若想赢，只有听林师傅的这一条出路。如果你不抓紧时间，你以后别想再见到你爸。没关系，小小，按你妈说的做，有爸在给你兜底，
不用慌。我知道了。静雅，你就看着吧，这个星空意面啊，可是我苦心研究了半年之久的得意之作。无论是从艺术还是味道层面呢，我敢说啊，放眼全球都没有哪怕一个厨师能比我做的更好。林师傅，这次啊多亏了有您，否则这一口香就完了。好了，时间到，双方收手吧。这第3场又轮到一口香了，苏老板，你们第2场的菜可是让我大吃一惊啊！吴会长，刚刚啊，我还没来得及亲自指导小小，但这次这道菜我可是全程指导，您放心，一定包您满意。这是你们一口香做的？正是。这道菜的灵感正是来自梵高的名作《星空》，也是我最自豪的作品。吴会长，请吧。你们一口香这做的是什么？你们一口香这做的是什么？吴会长，您这是怎么了？你还敢问我？这他妈是人吃的东西吗？我刚刚品尝了美味的敲坤化盆呀，6分以下的料理在我这都难以下咽，可是你们这碗面却让我作呕。还好我准备充分，带了瓶光良酒，正好用这绵雅浓香的酒香盖过这碗难吃的面。这怎么可能啊！我这星空一面可是在西海岸美食品鉴大会上得过金奖的呀！美食协会的分会会长都是有着堪称金舌头级品鉴能力的超级美食家，在他们口中，即便是大众口中略上档次的美味料理，也会被沦为垃圾一类。看来你做的面连垃圾也比不上啊！吴会长，您看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要不然您再尝一口试试。啊，对，吴会长，您再尝一口试试，说不定是刚刚焦坤化硼的味道还没有完全消散，影响了您的口感呢。狗东西！刚刚那场吴会长连吃都没吃我们做的鱼一口，老子吭声了吗？啊！愿赌服输。苏老板，我看这一局压根就没有比下去的必要了。不对，他们的面还没尝啊，谁知道他们做的怎么样啊？说不定比我做的更烂呢！啊，我们一定不会输的。烂？你还真是无知啊！区一个海外自封的6星厨子，也敢和徐师傅叫板啊？吴会长，劳烦您尝一尝徐师傅做的，好让他们一口香的厨子知道什么叫顽虐，什么叫吊打。哼，连我的星空意面都难以下咽，那他们做的面就更加没法吃了。吴会长，你今天必须尝尝他们做的，否则我绝不认可这次的评分。好啊，既然你们想自取其辱，那吴会长就劳烦您尝一尝徐师傅做的面，好让他们一口香，死得心服口服。好。
赵天儿，哎，看来你请的这个徐福不过如此嘛啊！我看这场啊，就是个平局。我以为你只不过是技术的，没想到你的脑子里面全部装的是浆糊啊！就你这垃圾技术，还想和徐师傅平局？让食神来还差不多。还请食神来？就这个小葱拌面，我3岁侄子来了，做的都比他强啊！这叫银河天铺面，看似平庸，实则对汤底和面的要求都是极高。李军，你闭嘴吧你啊！哎，你到底哪一边的呀？这么帮着对面的人说话，青雅，你都听见了吧？啊，他是巴不得我们一口相输啊！李军，胜负未定，你要是再敢在这说这些垃圾话，你就给我滚出去！要不要跟我打个赌？如果你赢了，我立马走人；但是如果你输了，就得跪下扇自己臭嘴20个耳光，如何？搞笑嘛！这种必赢的赌局，我有何不敢赌啊？我接了。吴会长，赶紧尝尝吧。这银河天铺面5分钟过后，口感就会大打折扣，待会儿它就不好吃了。他怎么知道我的面5分钟之后口感就不行了？苏清雅，我劝你还是早一点准备下一场比赛的人选吧，这一场已经没有悬念了。李军，你是不是巴不得我们一口相输啊？万一吴会长真的被姜昆画棚影响了呢？时刻来，银河天铺面10分，银河天铺面10分。这怎么可能？苏老板，听见了吗？10分！愿赌服输，现在立刻给老子把它给换上，让大家好好看看这一口香老板娘的身材到底有多润。不，李师傅，你不是说包赢的吗？现在是怎么回事？这一场比赛，我们连个像样的分数都没有。啊！我知道了，刚才中途李军跟李小小说了一句话，那一定是他们之间的暗号。李小小一定是为了让他爸有机会上场，然后故意把菜做的难吃，故意让老文输掉这场比赛。哎呦妈！你个狗东西，输了就是输了，找他们那么多借口啊！唧唧歪歪的，吵死了！苏清雅，你们他娘的到底吵完了没有啊？这第2局都比完了，你们连个像样的厨子都拿不出手，这最后1局我看也没有比的必要了。乖乖的把衣服给老子换上，让老子好好高兴高兴。苏老板，这最后一场，如果你们无人可上，那这场比试就要判时刻来赢了。可是我们一口香还能派谁上啊？哎，清雅，清雅，刚才李小小是受到李军影响才输了，这次你上，我亲自教你，一定能帮你力挽狂澜。不要阿妈，不能再听他的了。刚才那场比试，我就是因为听了他的才会输掉比赛。爸爸做的面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面，我虽然不能完全复刻出来，但是也是有很大把握赢的。够了，李小小。苏清雅，现在是一口香最后的机会，让我上，不仅能赢，我还能保证一口香成为全球第1的餐厅。但你若要让他上，一口香必输无疑。你选吧。我决定了，下一场比赛，我选他。我决定了，下一场比赛，我选他。看来一口香没救。妈，为什么呀？我都说了，焦坤画棚真的是爸爸教我做的。李宇轩他一个西洋厨子，根本就不会做什么焦坤画棚。你为什么就是不信我呢？你还在撒谎！李小小，我问你啊，如果这个劳改犯不是盼着一口香输，那他刚才为什么帮着时刻来的人说话？什么叫帮人说话？分明就是你盲目自信，还瞧不起别人。我爸这是让你认清现实。够了，李小小，
李军，小小从小就听话，如果不是你跟他说了什么，他怎么可能这么固执的阻止我？苏清雅，小小是你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就算你再严格，他也从来没有对你有过任何不满，没说过你任何坏话。她是你女儿，她不是傻子，她怎么可能亲手毁了从小陪伴她长大的一口香，毁了你真实的一切？所以呢，你让我把一切都压在你身上吗？李军，你就是个劳改犯，你到底哪来的自信，觉得自己能赢过正经的厨师啊？你以为你是食神吗？你要知道，如果这场比赛输了，我跟小小将会失去一切尊严，彻底沦为笑柄。小小，你告诉妈，刚刚那碗面，你是不是偷工减料故意输掉的？不是，我都是按照林叔叔教我的。林小小，你能不能不要撒谎了？只要你承认下一局，我能教你妈做出惊艳全场的料理，只有这样才能就一口香啊！放开我！你说呀，你说呀！爸！林宇轩，你给老子滚！哎呦！不多说了，下一场我上。不多说了，下一场我上。你，苏老板，你的前夫是嫌你死的不够快，想亲自送你一程啊！够了，李军，你还嫌害我们害得不够惨吗？滚！你马上给我滚！我今天宁愿死在这儿，我也绝不让你碰一口香的一口锅。苏清雅，现在不是闹情绪的时候。一口香的事儿不用你管。吴会长，今天我不借助任何人，我亲自上，请吴会长出题。好，最后一场，比饭，蛋炒饭。蛋炒饭，蛋炒饭返璞归真，倒也有趣。蛋炒饭，吴会长，你开什么玩笑啊？这种路边摊狗都不吃的东西，你拿来当食神铁的压轴，当最后一轮的对局？你个狗东西在狗叫什么？这题两个人都是一样的。吴会长，赶紧宣布比赛开始吧。好，比试开始。徐师傅，这一局也辛苦你了。无妨，正好我也很久没有做过蛋炒饭了。清雅，1碗蛋炒饭而已啊，咱们不是没机会赢了。难的不是蛋炒饭，而是要把蛋炒饭做成顶级美味料理。怎么办？怎么做才能赢啊？这蛋炒饭考究的不仅是味道，同样考究出锅速度。徐师傅，你这速度很加分啊！这是什么蛋炒饭？看着好高级啊！东海蜘蛛蛋炒饭，请您慢用。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这么美味的蛋炒饭了，时刻来，10分，10分，又是10分，而且速度还这么快，难道我一口香真的要完了吗？妈，这个给你。这是。你怎么会有这个？先别管了，安心做饭吧。待会儿用时太久，又要扣分了。好，那赌一把。好，那赌一把。你们看，老板娘开始做菜了。哎呀，苏老板，
你还在垂死挣扎什么呀？啊，我们都已经拿下了10分满分，你以为就凭你随手做的这蛋炒饭就能超过徐师傅的东海之珠吗？清雅，你为什么就不信我呢？你现在端上这么一碗敷衍的蛋炒饭，赢得了他们吗？那让你上你就能赢吗？好了，不要吵了，生死由命。吴会长，请用吧。吴会长，您怎么不吃了？苏清雅，难道你还看不明白吗？就你这蛋炒饭啊，吴会长都已经没有话说了。吴会长啊，这蛋炒饭怎么样？您倒是说句话呀！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难吃的蛋炒饭了。这怎么可能？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难吃的蛋炒饭了。哎呀，饭做的不好吃没关系，苏老板，但是你这身材好得很，把这红肚兜穿上，往门口一站，一定是拉客的极品。对不起，夏夏，妈没能守住一口香，没能守住这个你从小长大的地方。急什么？胜负还未分呢。李军，输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承认的勇气。虽然耻辱，但我苏清雅愿赌服输。这衣服，我穿。别急嘛，这衣服光你穿可还不够，你的女儿也得一块穿，母女一块拉客，想想都刺激啊！不行，赵天，这衣服我可以穿，穿多久都行。但是小小她不能穿，这一口香跟她无关。怎么？先前咱们可是答应好的，现在想要反悔了？没门儿！来人，帮苏老板母女一块换衣服。慢着，这一局我能让一口香赢。苏老板，吴会长都已经说了，你这蛋炒饭难吃得很，你的前夫还在这里无理取闹，看来你们是铁了心的想要反悔呀。吴会长，该行使美食协会的权利了吧？苏老板，这蛋炒饭你们做的的确不如徐师傅的，一口香败局已定。若是你们不……吴会长，这蛋炒饭还差最后一个步骤没做。李军，都这种情况了，你还想干什么？李军，这木已成舟啊，就算食神来了，这蛋炒饭也是个失败品。你如此纠缠，只会让人家更加看不起一口香。是吗？吴会长，现在你再尝一尝这蛋炒饭到底好不好吃？就算这光良酒是好酒，这哪有用酒做蛋炒饭的？你脑子怕不是被驴给踢了吧？李军，哪有蛋炒饭加白酒的？你不懂做饭，能不能不要添乱？谁告诉你我捣乱了？现在才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吴会长，请用吧。好。吴会长，这味道到底怎么样？是不是特别难以下咽啊？这太神奇了！火焰蒸腾后，原本古怪的味道变得清新可口，这何止是美味呀！这简直是超脱凡品的神级料理，乃至尊美食呀！
这道蛋炒饭我给11分。什么？11分？神级料理？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光良酒11分？神级料理？11分？怎么可能？能让食神协会的人做出超满分评价的，全球不超过10个。你们小小的一口香，怎么可能做得到？哼，你是在质疑我的判断吗？吴会长，虽然你贵为美食协会的分会长，是美食界的权威，但是这小小的一口香，绝对不可能做出11分的神级料理。我赵天打死也不信。李军，你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难不成你给那老东西塞钱了？林师傅，不许对吴会长不敬。可他如果没有塞钱的话，他一个劳改犯是怎么让一碗蛋炒饭变成11级的顶级料理的？清雅，你信吗？林宇轩，这蛋炒饭的配方是我女儿给我的，就算是她加了最后一道，那也不能证明她强。小小，你告诉我，那个纸条是谁给你的？是爸爸给我的。他不忍心看到你最在乎的一口香被人收购，不想看到我受人欺负，他就把纸条给了我。他说了，只要我们有了这个配方，我们必赢。什么？你说那个纸条也是李军给你的？李校长，你说这11分的神级料理的配方是这个劳改犯给你做出来的？这怎么可能？这可能吗？你这个猪脑子都能当什么6星主厨？我的配方怎么就做不出神级料理了？我的配方怎么就做不出神级料理了？清雅，他说配方是他的，哎，你信吗？不然呢？难不成配方是你给的？不是清雅，你怎么帮他说话？我不是帮他说话，一口香的厨子我都知根知底，这种层次的配方，他们要是拿得出来，就不会在我手底下当厨子。所以小小说这配方是李军给的，也不是不可能。妈，你终于愿意相信爸爸了，太好。不可能，这个配方一定不是他的。他一个劳改犯，凭什么能拿出这种配方？一定还有别人高人指点。你们快说，这个配方到底是谁给出来的？你个西洋厨子，你在管叫什么？我们有这种实力，早就把老板娘切掉了。我听说监狱里面也会给人分配工作，谁知道李军会不会在监狱做饭研究出来的方法？一群脑残！那监狱里的饭是给人吃的吗？哼，这样你放心，我今天一定帮你找出这个暗中帮助你的人来。闭嘴，林宇轩，当初是我请你回来的，我尊重你，叫你一声林师傅。但是你之前3番4次的欺骗，浪费了我们多少机会？我对你的信任早就被你磨光了。苏清雅，你终于清醒一点了。既然你已经相信我了，那接下来的……谁说我相信你了？李军，你说吧，那个配方你是从哪儿偷来的？不是苏清雅，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给你的配方是我偷的？如果是偷的，那我怎么知道最后一个步骤该怎么做？谁知道你是不是隐藏了最后一个步骤，然后拿出来显摆呢？而且你没听吴会长说，这个可是超过了10分的11分顶级料理，全球能做出顶级料理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食神。难道你要说你就是食神吗？你说的没错，我就是食神。你说的没错，我就是食神。李军啊，你还是什么牛都敢吹啊！我看呐，你是食神还差不多。李军，你知道冒充食神的后果是什么吗？不仅仅是你，我一口香所有的厨子都会被全球美食界除名，从此之后都不可以涉足这个行业。可是这蛋炒饭的配方就是我自己弄的。李军啊，你能不能别搞笑了？你一个牢里吃糠的玩意儿能做出顶级料理，这说出去猪都不会相信啊！要我看，这个配方就是他偷了食神的，对，一定是他偷的。才不是呢！我爸爸做事向来顶天立地，就算是10年前那场事故，他宁愿背锅坐牢10年，也绝不向人低头。这配方就是我爸爸的，他没有偷。闭嘴，李小小，你懂什么？那可是顶级料理，就他李军，凭什么能做得出来？我就说，这小小的一口香，怎么可能做出这神奇料理？
原来这配方是偷来的，周清雅。不过你还算挺聪明的，没有硬藏着，不然被吴会长发现，那是要被美食界给除名的。李军，你现在跟我去美食协会自首，只要能求得食神的原谅，一切都还有转机。否则，你刚出来又要被关进去关10年。走，慢着，谁让你们走了？赵天，你要比，我一会儿回来可以继续跟你比，但是现在我必须带李军去自首。自首？哼！偷了配方，赢了比试，就想一走了之，你太不把老子放在眼里了。食神那可是整个美食界的巅峰人物。来人，把这几个人的狗腿给我打断，到时候送到食神大人那里，说不准我时刻来还能受其点拨，成为全国1等1的顶级餐厅。动手！慢着，小子。你还有什么遗言？苏清雅，是不是只要我能证明这配方不是我偷的，他们就不敢动手？不错，偷配方是美食界最大的恶行。今天你偷了配方，就算他们把你打残废了，你也没什么可说的。但如果你能证明这个配方来路正常，那就算给他赵天1万个胆子，他也不敢对我们怎么样。好，赵天，若我证明我这来路正当，这比试是不是就可以继续进行？当然可以，前提是你能证明。哎呀，陈阳，这无非就是一个小偷的垂死挣扎罢了，你难道还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现在我们一口香是烤在火上的蚂蚱，只有李军能救我们。哥们儿，你倒是证明啊，老子的时间那可是很宝贵。我这张脸还不是你这个垃圾想碰就能碰的？啊，狗东西，你他娘的力气倒是挺大的啊！你要是证明不出来，待会儿老子第一个打断你的手。李军，你别磨叽了，赶紧拿出证据证明啊！哼，他一个老板饭，今天能把证据拿出来，我就把这饭店里所有的剩菜垃圾全部吃掉。夕阳厨子，没想到你还有这种爱好。好啊，要想证明我这配方是从哪儿来的，很简单，我直接给美食协会的总会长打一个电话，他自会为我解释。你们听到了吧？他说他要给全球美食协会总会长赵金蛇打电话。你他妈觉得耍老子很好玩是吧？李军，你知不知道他是谁？全球美食协会会长，在美食界身份权力是最高的，能跟他并驾齐驱的只有花满楼的楼主钱无缺和超级美食集团的董事长周正2人。你怎么可能有他的电话？这种事儿不需要我自证，有没有他的电话，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喂，赵会长，我好像遇见食神本尊了。什么？你碰到食神大人了？你在哪儿？我在云城一口香餐厅，不过我还不是很确定，所以赶紧打电话跟您确认一下。一口香，那就是食神大人要去的地方。吴灿，你千万先别透露消息，要是让钱无缺和周正知道了，那咱们又多2个竞争对手。记住，千万要稳住，要装作不知道的样子，但是别让任何一个脑残得罪了食神大人。等我过来。好的，我知道了。快走！这赵金蛇平时都是一打就接，今天怎么回事？还敢耍老子是吧？急什么？他肯定正在通话中，我再打过去一个就行了。这是食神大人打来的。喂，怎么回事？喂，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那狗东西，还他妈拖延时间是吧？啊！今天就算你打1万个电话，那也不可能接，因为你压根儿就不可能有赵会长的电话。李军，我以为你是有什么苦衷，没想到你就是这么证明自己的。你这个骗子！
我一口香被你害惨了。苏清雅，要怪就怪你这废物一样的前夫，出狱了还要过来给你找事。来呀，把这狗东西偷东西的手给我废了，然后把一口香给我砸了。你们想干什么？不许伤害我爸！小小，快跑！你们在干什么？都他妈给我住手！你们在干什么？都他妈给我住手！食神帖的比试尚未结束，你们谁敢在此动武？吴会长，这小子竟然偷食神配方，还扬言认识赵会长，简直罪大恶极！我这是在替食神清理门户呢。是非曲直自有公断，但现在食神帖的规则最大，岂容你们再次放肆？苏老板，你们一口香输了2局了，这最终局事关你们一口香的存亡。你准备派谁上场啊？我自己上。青娘，这局让我上吧，这最后一局，一口香不能输。闭嘴，李军！一口香是我的，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宁愿一口香毁在我手里，也比毁在你手里强。我支持你，让这个偷鸡摸狗的废物瞧瞧什么叫真正的厨师风骨。最终局无题，双方自由发挥，限时1个小时，以你们心中最能代表家的味道呈现。自由发挥，家的味道，有点意思。那老子就亲自上场，陪你们好好玩一玩。赵鑫还亲自上场。赵老板沉寂多年，看来今天是要重出江湖了。听好了，老子赵天3年前大厦美食大赛的饕餮名手，收购你们一口香，不过就是为了即将参加美食大赛而铺路。今日我便拿你们的小店记我的付出第一战。饕餮银勺，仅次于食神金冠的至高荣誉。这个人竟然是赵天。好，既然双方都选好了比试的人选，那比试开始。做一碗小小最爱吃的手擀鸡蛋面，就是我心中家的味道。啊！里面有刀片。啊！怎么了？这面粉里被人放了刀片。不行，你这样不能做菜。先不说会影响菜的味道，不好好处理，对你以后都会有影响。苏老板，看来这老天爷也不帮你，你还是赶紧认输，把这个衣服换上，那样还能少受点罪孽。明明已经走到这一步了，难道我真的只能认输了？未必。苏青啊，你记得10年前我入狱时，你对我说过什么吗？什么？你跟我说，李军，你欠我跟小小的，这辈子都还不清。没错，无论我因为什么原因入狱，我欠你们10年的光阴，欠小小一个完整的童年。今天，就让我用这双手，用这场比试，还我欠你们的债。赢了，债清，一口香保住了，小小的尊严保住了；输了，我李军以命相拼。我求你了，你让爸爸上吧，这是最后的机会了。爸他可以的，你再信他一次，就一次。好，李军，这是你说的。赵天，我的手受了伤，但是这场比赛我不能不比。我申请换人，你时刻来同不同意？哎呀，有我在，今天哪怕你请来食神，
也绝对不可能赢我。换人又如何？李军，你上。如若你这场比赛输了，我苏清雅做鬼也不会放过你。放心，我李军这辈子从不欠钱不还，也从来不会输。这是特级厨师才会有的印记。他，李军，他一个劳改犯，他怎么会有这个印记？他怎么可能会有这印记？老板，有没有可能是他自己纹上去的？啊，有道理，也是啊。他连食神的配方都敢偷，这装个逼纹个身，也不是不可能。只不过这纹身肯定不是真的，待会儿等菜做出来以后，就知道是真是假。看来徐师傅对你们赵老板很有信心啊。我只认做菜，石克的输赢和我没有太大关系。不过我倒是觉得他未必会输。哦，是吗？不愧是酒神啊，眼力不错。清雅，你看，这劳改犯切个菜都要切半天，这水平连我3岁侄子都不如啊！你懂什么？我爸爸说了，慢工出细活，这里面多的是你不知道的学问和知识呢。闭嘴！你们别吵了。想想，如果你爸这场比赛输了，你这辈子都别想跟他再见面。我相信我爸，他一定会赢。谁能想到啊，这个在现场被所有人都瞧不起的人，竟然是大名鼎鼎的食神。吴会长，请用吧。我这道菜名为冰火两重天。这是我头一次，不对，是第2次，从食神所做菜品之外吃到这么好吃的料理啊！层次、力量、征服感完美融合。赵天，你已经触摸到了食神的门槛了。哈哈哈哈哈哈！食神，那个空悬了多年的位置，也该换个人坐一坐。吴会长，我这冰火两重天值多少分啊？11分，当之无愧。什么？11分？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光良酒10，没有食神的配方，他竟然能做出11分的料理。怕什么？我的菜还没尝呢。还尝个屁呀！浪费时间。苏清雅，赶紧认输吧。来人，给苏老板换衣服。慢着，食神贴的规矩，是非成败，先尝过以后再说。吴会长，我这道菜名为天仙归处，绝对吊打他那什么冰火两重天。天仙归处，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过这道菜？连食神都没做过这道菜，也想拿他赢我？真以为取个好听的名字，它就能好吃了吗？真是天真。清雅，我就说过了吧，像你这个劳改犯啊，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吴会长，赶紧尝一尝这劳改犯做的菜吧，好尽快结束这一场闹剧。我还等着看苏清雅跳舞呢。我尝尝。
这就是你说的什么天仙归处？这该不会是你买的外卖吧？李军，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随便找一个人，好歹能做出一个像样的菜。你做了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盖浇饭，你这是在糊弄鬼吗？是不是糊弄鬼？等吴会长尝过以后就知道了。还在走一步，吴会长，都怪我，请您过来吃了这么多猪食。您放心，等这场比试过后，我一定向您赔礼道歉。不过，还请您给出公平的评判，然后我再好好收拾这一群一口香的厨子们。我尝尝。你怎么哭了？这还用说吗？吴会长肯定是因为这盖浇饭太难吃了，难吃到哭了。这么看来，吴会长也没有必要公布评分了。一口香已经输了。李军，你看到了，这就是你自信的料理，这就是你诓骗小小的料理。10年前是这样，10年后还是这样，你为什么就不能堂堂正正的做一件让我信得过你的事儿呢？哎，李队长，你看见了吗？啊，这呀就是你朝思暮想的爹，就是你视若偶像的老爸呀！哼，连你和你妈都敢骗，他为什么呀？为的就是看你们出丑啊！我早就说了，相信我，这下满意了吧？不是这样的，吴会长，你快告诉他们你的感受，你快告诉他们，我爸做的菜不像他们说的那样不好吃。哈哈哈！李小小，吴会长现在都已经因为这盖浇饭难吃的都已经说不出来话了。我劝你啊，还是赶紧跟你妈认输，一起给大伙跳个舞，让大家乐呵乐呵。说不准啊，吴会长啊能给你们打个1到2分呢。哈哈哈哈哈哈！吴会长，你怎么了？吴会长，哎，不是，你真没必要把那饭菜吃完啊！我们都不会说你浪费的。完了，吴会长肯定是因为这饭太难吃伤了神经，现在已经输了呀！来人，把他们全部给我抓起来！他们做的根本就不是料理，而是他妈的下毒！丽君，我真是被你害惨了。美食是要慢慢品尝的，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些猪脑子到底在急什么，很着急是吧？那我就请你们每人吃一口啊！韭菜是你做的饭，你们几个还愣着干什么？动手啊！你们干什么？老子要你们抓人，不是要你们罚站！别带走！我要吃饭！我要吃饭！这些人不就吃了李军一口饭吗？饭得了这样吗？疯了，都他妈疯了！狗东西还吃！我的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李军，你在里面到底放了什么东西？我没放什么，我只是做出了一般人做不出来的料理。狗东西，这辈子没吃过饭吗？这饭有这么好吃吗？老板，不是这饭好吃，只是这饭吃起来感觉像，就好像我走了多年的母亲做的一样。这道天仙归处，我给100分。什么？100分？怎么可能会这样？这区区一碗盖浇饭，他怎么可能有100分？吴会长，你是不是搞错了？如果单从外形、从设计来看，
这道盖浇饭的确不出众，甚至是过于普通。但是料理有时候承载的不只是胃口，还有心。做饭还讲究什么心啊？好吃不就完了吗？好吃的料理有配方，有技巧，谁都可以做出来。盛满思念的菜，能做出来的人又有几个？游子在外，纵是天仙，也有归途。这道菜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归家。归家，老子倒要看看你这归家有什么。天仙归处，原来这才是这道料理能够拿100分的原因啊！李师傅，我为我之前对您的所有羞辱表示道歉。我曾邀您到我食客来当主厨。食神之所以为食神，是因为他可以把食物开发到极致。民以食为天，这简单的几个字包含的含义实在是太多了。赵会长啊，我算是知道你为何如此执着于追逐食神大人的脚步了。这个恶霸竟然哭了，他还邀请李军去食客来当主厨。超神100分料理，这被一个劳改犯给做出来了。我不信，我不信！太好了妈，你终于相信了。我说过，爸爸做的饭是全世界最好吃的，我没骗你。李师傅，请您一定要到我食客来呀！我不会加入任何一家餐厅，更何况你之前的赌约还没兑现呢。对，食客来说了，是时候兑现赌约了。苏清雅，你嘚瑟什么？如果不是李师傅出手，你们一口香连给我们食客来提鞋的资格都没有。李师傅，只要您提出了所有条件、所有要求，我都可以满足。哎，赵天儿，你发什么疯啊？啊！你是跟我们一口香对赌的，现在是你们输了。其实我们一口香给你们提要求才对。静雅，就让他把食客来的店让给我们，这样一来，我们一口香就是整个云城最大的店铺了。李军，是我误会你了，没想到你在牢里也能练出这么好的厨艺。最后一场是你替一口香赢下的，所以这个条件应该由你来提。对，爸爸，快提吧，快提吧！我已经迫不及待看你留在一口香做饭吃了。你妈说一口香跟我没有关系，最后一场我出手，不过是看在你的份上。至于怎么处置食客来，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李军，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要跟我撇清关系吗？一直想撇清关系的人，不是我，是你；不是我，是你。我说起来，之前李师傅就一直想为一口香出手，苏老板却怎么都不肯信任他。李师傅要是早一点上场，这闹剧早就该结束了。苏清雅，这么一位优秀宝藏的厨师摆在面前，你却给他推走，难怪你们一口香做了这么久，还只是一个小餐厅啊！李师傅，为表诚意，我愿意让出食客来店主之位，同时我也为我之前所做的一切错事向您和一口香表示道歉。自此以后，只要您一句话，我赵天赴汤蹈火，再说不吃。苏老板，从今以后，这云城最顶级餐厅的名号就是你一口香的了。这样，你可满意了？李军，你就这么生气，不愿意原谅我吗？生气，原谅。我做菜从来就不是为了输赢，也不是为了名利。你若一开始就愿意相信我，我可以留在一口香，为你，为小小谋一个朗朗乾坤。可惜你宁可相信一个西洋厨子的谗言，也不愿意相信小小的话，也不愿意给我哪怕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苏清雅，你应该庆幸，今日若不是李师傅出手，你们一口香就得改姓食客来了。哎，赵天儿，你一个手下败将嘚瑟什么呀？清雅，他李军根本不算什么东西啊，就算他能做点饭儿，也是牢底坐穿出来的。依我看，他根本就不值得。不是，清雅，你打我？打你！我不仅要打你，而且从今天起，你绝对不可以再踏入一口香半步。
不是青阳，你别搞错了啊！你赶我走，你就找不到更好的厨子了。我可是6星主厨啊！更好的厨子，我让小小跟着你，你教了他些什么？如果今天不是李军从狱里回来，我还被你蒙在鼓里。让小小跟着你，那就是浪费时间。来人，把这个西洋骗子给我丢出去！青阳，你赶我走，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干草把你嘴巴抽烂！我骂你，你会后悔的，青阳，你会后悔的。李军，我知道你对我有怨言，但是这一口香未来也是小小的，你能不能看在小小的面子上留下来？看在小小的面子上留下来。李师傅，请你留下来吧。李师傅，求你留下来吧。是啊，爸，我也希望你留下来，你不要走。好，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我可以留在一口香，不过以后你不能干预我对小小的指导。好，我答应你。别着急答应，除此之外，我要拿回我的抚养权。要是让小小这么跟着你混下去，总有一天他会毁在你手里。拿回抚养权？妈，你就答应爸爸。小小，你长大了，可以自己做主了。好，我答应你。我不同意。我不同意。爸，你来干什么？我来做什么？我看你是忘了你当年是怎么答应我的。我已经按照您的意思跟李军离婚了，你还想怎么样？哼，当年你一意孤行，摒弃苏家对你10几年的培养，跟这个废物私奔，便已经闹得苏家颜面尽失。看在你跟这个废物离婚的份上，此事本已告一段落，可以千不该万不该，让这个废物回来。够了，爸，今天要不是李军，一口香就完蛋了。如果你说他是废物，那看着女儿和外孙女在外面吃苦受罪的你们，又算什么东西？哼，算什么？这些都是你自己选的，你活该。当年我是百般的劝解，让你不要跟这个废物在一起，你倒好，背着我私奔。要不是有人告诉我这小子出狱，你们俩是不是还要旧情复燃，重归于好？那是我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好，你们俩想怎么样，我的确可以不管，但是小小身上有我苏家的血脉，他必须跟我走。苏天成，小小是我女儿，谁也别想带走她。爸，你不能这样，你不能把小小当成工具，她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去留。哼，一个黄毛丫头，没有什么主见，我苏家会给她最好的安排。带走！什么狗屁苏家，听都没听过。今天谁也别想从我身边带走我女儿。你个死劳改犯，敢在我面前硬起来了！别管这个废物，把人给我带走！老东西，这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赵天，你个时刻来的老板，也敢管我苏家的事儿？今天这事我还就管定了。就凭你还不够资格。苏天成，既然你这么有信心，那咱们就食神大赛见真章。如果我赢了，小小的抚养权归我。就凭你敢敢挑战我苏家，别看了赢了这几个废物，你还真把自己当食神了？怎么？就说你敢不敢吧？李军，10年牢饭你还没吃够教训。只要没达到食神的境界，即便你最后得了世界冠军，在我苏家的传承面前，你就是一条狗。和我们比，哼，你不够资格。苏天成，10年前你让我替你苏家背锅，说这样就可以放过清雅和小小，锅我背了。现在你们又出尔反尔。什么？李军，你的意思是你10年前入狱是因为苏家？怎么，这小子到现在还没告诉你，10年前入狱就是因为替苏家顶罪，其交换的条件就是让苏家不再干涉你。
李俊，这10年间，我从未过问一口乡的任何事务，但是你女儿李小小没有在我们交涉的范围之内，又谈何说起我苏家出尔反尔呢？我把话放这儿了，今天谁也别想从我身边带走女儿。劳改犯，你找死！李俊，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乖乖的让你女儿跟我走。你和苏清雅的事儿，我依然可以无视。如果你执意要阻拦的话，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李师傅是我们食客来的贵客，更是小小的亲爹。我让你说话了吗？朱家传承千年御厨之道，我的话就是规矩。小小身负我苏家最纯净的5味灵根，岂能让他流落在外，被你这等满身污秽、窃取食神偏方的贼子所耽误？阿奎，把人带走。是。等等，爸，我求你了，你再给李军一个机会，再给一口香一个机会。苏清瑶，你还要向着这个外人吗？食神大赛，下个月的食神大赛，只要李军可以在那儿得到冠军，就代表他有资格教育小小。到时候，我苏清雅绝无二话，任凭小小选择谁。若是他输了，小小跟你回家，我跟李军绝无二话。冠军？就凭他，你个劳改犯，也敢问旨食神金冠？苏清雅，你为了护他，连这种痴人说梦的理由都敢提？你堂堂苏家，还不敢跟我比？外公，你如果不答应爸爸，我就算跟你回家，我也不学做菜。小小，你以为食神大赛是什么地方？是个人端盘菜就能随便去的路边摊吗？你觉得这个劳改犯他有资格参赛吗？资格？莫说资格，这食神大赛若没有我在场，根本连名号都挂不上。狂妄，无知！食神大赛是以食神闻名的大赛，比赛结束，最后的胜者方可与食神对比，再次获胜者就是新的食神。你一个路边的野狗，去与不去又有何影响？够了，李军，你别说大话了。你以为食神大赛是像今天这样的小打小闹吗？就算我们一口香没有资格，不代表别人没有。赵老板，你们食客来应该有资格吧？有，当然有，只要李师傅愿意，我食客来一切资源，包括唯一的参赛名额，都是李师傅的。我赵天鞍前马后，绝无怨言。赵老爷子，这资格够不够啊？食客来背靠花满楼，资格当然够。但是赵天，你确定你要为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劳改犯与我苏家为敌吗？我赵天虽然名声臭，但我向来尊重强者，而且更是李师傅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做真正的烹饪。我食客来支持李师傅，更是天经地义。放肆！食神之名，却是你等敢妄言的。好，很好。李俊，既然你执意要自取其辱，老夫就成全你。苏清雅，记住你的承诺，如果在比赛中你能遇上老夫，老夫会亲自让你知道什么叫天壤之别。我们走。爸，外公他好可怕，那场比赛你不要去好不好？你带我走，你带我离开这里。别怕，小小，有些事儿必须了断。爸爸答应你，我一定会赢，赢回你，赢回属于我们堂堂正正的生活。李军，你根本就不知道苏家究竟意味着什么。李师傅，虽然我刚刚吹得那么牛，但他们苏家那可是传承100年的御厨世家呀。过去的比赛虽然他们没有参赛，但他们的实力那可是全国公认的呀。您真的有把握能赢吗？等到比赛那天，你们就知道了。我还是觉得我们太冲动了。你以为食神大赛只是把食物做得好吃那么简单吗？不然呢？苏家是真正的古法烹饪世家，传承自前朝御膳房总管，号称厨圣的苏玉，先祖苏玉就是那个时代公认的食神。
所以呢？所以，我爸苏天成是苏家几百年来最有天赋的人。他掌握着完整的苏式古法，据说能引动食材本源之气，做出的菜早已超越凡俗美味的范畴。直指养生问道，他之所以不出世，是因为他觉得当时无人值得他出手。这次食神大赛，苏家既已决定入世，目标只有一个，重夺食神金冠，宣告苏家正统。你拿什么赢？拿你在监狱里练出的那些技巧？超脱凡俗，问道，听起来很厉害。不是听起来，是真的。传说苏家古法有引气、活烹、点灵等禁忌秘术，玄幻莫测。我爸的实力，绝对堪比食神，甚至可能更强。你赢不了的，李军，听我一句劝，放弃吧。要不我们带着小小远走高飞？苏家的实力远超你的想象。堪比食神，甚至更强。清雅，你错了。食神只不过是当今世上的最高评价，但这并非是我的上限。这次出狱，我会让所有人知道，食神二字只不过是见我的门槛。李军，苏清雅，回家一趟，我有话跟你说。苏清雅，回家一趟，我有话跟你说。爸，10年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当初李军是因为苏家才入狱的？你还知道我是你爸呀？咱们苏家的血脉，绝不可能让那种垃圾融合。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执意带小小回苏家？因为咱们苏家传承不能断。清雅，你是苏家的独苗。10年前，你哥哥犯下祸事，虽然李军顶了罪，但是你哥哥失去了生育能力，如今只能把小小带回来，这样才能继续延续我们苏家的香火。这是我苏家的御厨金令，持此金令者才有资格查阅苏家的秘藏典籍。只要让小小回来，我就可以将他打造成为全球最顶尖的厨神。我不要，小小也不会要。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赛场上见吧。既然你到这，是你想走就能走的吗？爸，我是你女儿，你连我都要威胁吗？我是苏家家族，在我的眼里，家族大于一切。好一个苏家大于一切！抓我的人问过我没有？狗东西敢闯我苏家，我揍死你！够了！李军，你真以为能在厨神大赛能赢过我苏家？明天比一下不就知道了？狂妄！李军，若非我苏家出事，急需小小回来延续我苏家的血脉，像你这种垃圾，连见我的资格都没有。我这张卡里有1000万，你拿着钱以后就别跟小小见面了。我苏家以后也不为难你和清雅。钱没兴趣。李军，你别不识抬举啊！我们家主愿意跟你商量，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你现在这么傲慢，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人物了？李军，看在小小的份上，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拿了钱你赶紧滚，这样你还能挣一份前程。否则，苏天成，你们苏家的烹饪法早就过时了。至于这卡，留着自己花吧。在食神大赛上，我会用远超你苏家的厨艺，碾碎你的骄傲。好一个碾碎！看来我苏家隐世太久，这世人都忘了谁才是料理界最强的王。爸，你收手吧，你不知道李军他可能真的……住口！苏清雅，你是被这个孽障迷了眼。他今日之辱，我苏家定100倍凤凰。食神大赛就是你身败名裂、永世不得翻身的地。家主，
咱别跟他废话了。要我说啊，直接把他双手打断，让他这辈子做不了官。不行，你们不能打他。如果今天你们打了他，外界就会觉得是因为苏家害怕李军，要避开跟他的作战，所以才打断他的手脚。哈，这世上还有谁能赢过我们苏家？我可以放你们回去，又何妨呢？苏天成，你应该庆幸是清雅救了你一命。你李先生，你也太猛了吧！那可是苏家，您真的一点都不怕吗？怕，该怕的应该是他。李先生，前无靴，特来拜见。李先生，环宇十分赵金蛇恭迎您重临美食界。李兄，周正来迟，天宫七星餐厅静待您指掌。请李先生现身。钱楼主，赵会长，周董，他们居然都尊称您为李先生。李军，这是怎么回事？爸爸，他们是谁啊？以三位的身份，我这小店怕是接待不了啊。哎，李先生，您这说的哪里话？您可是是什么人不重要，明天就是食神大赛了，只有胜出的人，才能在往后10年笑傲整个美食界。李先生太谦虚了啊！有您参赛，这比赛我看就是走个过场。行了，马屁就别拍了。赵会长，我一口香代替石鹤来参赛，你这赛事主办总负责的上司应该没意见吧？哎呀，李先生，您太抬举我了。你要去，那我是巴不得呀。只是我不明白，到底有什么人值得您亲自参赛呀？明天你们就知道了。那明日比赛结束，我等必带上厚礼，为李先生庆贺。爸爸，这就是食神大赛的现场吗？这房间好大呀！快看，那好像是石刻来的照片。我去，还有九神徐福。今年的赛是这么激烈的吗？来的都是大神。快看，比赛要开始了。感谢光良酒纯粮酿造，真材实料。本次赛事将由光良酒全程冠名赞助。本次赛事分2轮，我们将在第1轮赛事中分出最强3方参赛者。接下来有请参赛者入场。我爸他们怎么还没来？说不准是怂了，弃权了。用不着管他们，我们先去自己的位置做准备吧。一群垃圾聚在一起，这是浪费时间。这场比赛用不着2轮，1轮就够了。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光良910。天哪，是苏家！100年御厨世家苏家竟然真的出山了！本届食神大赛的含金量将超乎想象。苏家主，您这次亲临赛场，是否代表着您将亲自上场呢？苏家沉寂已久，什么垃圾都敢来参加食神大赛。今日我苏家前来，是让尔等开开眼，何谓真正的气质烹饪？至于
我是否上场，还得等这些垃圾能否赢过我的徒儿再说。苏烈，在，去，用我们苏家的古法，让这些井底之蛙见识见识天有多高。是。是极北冰院的冰魄引力。蛇说此鱼离水即死，遇火则化，根本无法烹饪。完了，苏家一上来就用传说中的食材和秘法，其他人怕不是要被碾成渣了。李师傅，这苏家人也太不讲道理了，居然用这么高级的食材。花里胡哨，取块豆腐来。啊？哈哈哈哈哈！李真儿，你这是四肢不敌，所以破罐子破摔，找块豆腐撞死自己，哈哈，真是贻笑大方啊你！待会儿你就知道，真正的跳梁小丑是谁了。好，既然各位选手都已准备就位，那么比赛开始。火魂秘法，引兵。好冷，我的饮料都结冰了。引气入体，活口秘术，这真的是失传的功法，苏家果然名不虚传呐！寒玉封天，你。这就是苏家的力量，火喷引气，夺天地造化。你爸他怕是……爸爸说过，最简单的食材往往采用最朴素的方式烹饪。我相信，爸爸他一定能赢。这把刀，这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呢？我没记错的话，这是厨神过去用过的12厨具之一。天泉宝刀，食神的宝刀怎么会在他的手里？哼，搞到食神的刀又怎么样？厨艺不行，他厨具再好，做出来的东西一样难吃。神器，这简直是烹饪界的神器啊！苏家古法一出，谁与争锋？李军他怎么还在切豆腐啊？切豆腐？他这是准备做什么？家常豆腐吗？在这种场合，他是不是疯了？还是已经放弃了？哼，李俊，我告诉你，你现在认输，跪下向我苏家道歉，我或许还能留你几分体面。聒噪！这刀法啊，璞玉藏锋，返璞归真。这刀法以入化境，以凡物化神形，丝毫不逊于古法引介。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一边是苏家引天动地之气的古法神技，一边是李军化腐朽为神奇的极致刀工。这一场胜负难料啊！哼，花架子，刀工再好那也是凡物。如何能与我锁住冰魄精华的神瑶相比？哼！评委，请。这一股清纯到极致的冰寒能量，使难以言喻的鲜甜在口中炸开，直冲头顶。
浑身毛孔都在呼吸着寒气，这已非普通的味觉盛宴，就连生命的精华都被完美的释放。这非凡间的美味，蕴含气能，直至本源，10分，不，11分。苏家赢了，毫无悬念，无法无敌。看见了吗，青瑶？在我苏家古法烹饪面前，所有的料理都是凡间糟糠。天寒地冻，喝碗热汤暖暖身子。暖阳归心羹，请各位评委慢慢品尝。这暖意，这香气，不是霸道的力量，而是润物细无声的滋养。归真，这才是真正的返璞归真，化凡为神啊！暖身，暖心，暖魂，只有掠夺天地的霸道，只有滋养万物的慈悲。这碗暖阳归心羹，无法用分数衡量，若硬要评，12分。不，心之所向，100分。不可能！我的寒玉丰田引动冰魄之气，怎么会输给一碗区区的豆腐茶？不好，古法反噬！对不起，压住。行了，废物，回去再收拾你。李师傅，那碗汤赢了，就连苏家都比不过他，难不成您就是食神？哼，李军，老夫小瞧你，接下来我要让你见识见识我苏家真正的底蕴，下场我亲自上场。苏天成，还是让你小辈儿上吧，输了还可以保着你的老脸，回家玩你的过家家吧。哼，窃取几分食神的皮毛，侥幸赢我一场，他真以为能撼动我苏家的根基？笑话！大肠，苏家主要大肠，这能都是什么？苏家主出手，绝非凡品啊！点名艺术，同游换族。起！主虚名，点名换族。苏家主这竟然掌握了传说中的至高秘术！天哪，这是除道的本源之力啊！点名，真的是点名秘术，除族显圣。苏家已经接触到了除道本源。点灵，我爸他竟然真的练成了，帝君，怎么办？以血脉为引，强聚祖灵之气。苏天成，你为了虚名，连命都不要了。去拿些东西。仅仅是为了香味，就感到灵魂悸动，仿佛本体脱壳，本源之香。这是直指生命本源的诱惑，太可怕了，太神奇了。
什么？破铁锅、陈米、烂菜叶、窝头，这是要煮猪食吗？在这种场合，面对苏家组的点滴秘术，他这是要彻底放弃了吗？哼，匹夫汉术，自取其辱。待我九转同游大成，定是你身败名裂之时。难道爸爸是要做那个菜？小小，你爸他到底要做什么啊？如果爸爸真的做那道菜的话，那恐怕外公就要输喽。哼！仅仅是闻到那香气，就感觉心神失守，口水不受控制的分泌啊！我的菜也好了，10年陈饭。李军，这什么玩意儿？狗都不吃吧？10年陈饭，我看这10年老板还差不多。李军，你现在把这个东西拿上来，是来搞笑的吧？本源，这生命本源的味道，太美妙了，感觉灵魂都在颤抖。力量，我感觉到力量，10分、20分，不，100分。哈哈哈！李军啊，你都看到了吗？这就是我苏家无法承认，是超越食神的记忆。若非我苏家低调，这食神大赛还会有食神什么事吗？是吗？这话留在评委尝完我的菜之后再说吧。这是什么垃圾？也敢端上来？李俊，既然你知道你比不过苏天成，还端个猪食来给我们吃？看来这最后一场不用比了，直接判苏家胜就行了。既是比赛，当然要秉持公平公正。就算摆在你面前的真是一碗猪食，也应该尝上一口，这样你才有资格坐在这里。食神所做的菜，一定不会是表面上看着这么简单。错了，我们都错了。至味无味，大爱无形啊！这不是饭，这是一位父亲10年的血泪和思念啊！看看这道10年陈饭，它没有夺天地造化的气，没有蛊惑灵魂的香，它只有最粗糙的米和最苦涩的思念，还有
深沉的爱。他让我们每个人找到了自己的来处，让我们找到了为人子、为人父的本分，这才是真正能滋养灵魂的须知大道呀！而我们苏家的功法是以身饲虎、饮鸩止渴的邪道。不可能！这什么出世能跟我苏家的死法比一样吗？他这才是邪道！评委，我要求彻查李军的食材，他这里面一定含有违禁品。苏天成，10年前你儿子苏恒醉酒飙车撞死人，是你用清雅和小小的安危逼我顶罪入狱，这10年牢饭我替你苏家吃了。现在，你又想夺走我的女儿，这就是你苏家所谓的欲除正道吗？你就是个普通的厨子，可我苏家是100年世家。你要是敢得罪我的话，这整个料理界你还能混得上去吗？爸，李军说的是真的吗？难道这才是10年前的真相吗？李军，让你滚出料理界，不过是我们苏家一句话的事儿，你赢就赢了，但是你乱传谣言，等着被全球封杀吧！敢封杀食神，苏家还没有这个资格。我等欢迎食神大人回归。啊，你是食神？苏天成，现在我有资格照顾女儿了吧？你，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他竟然真的是食神！还不赶紧宣布结果！我宣布，本次食神大赛的冠军是食神李军。小小，走，回家。等一下，我们一起回家。